你早上起床上厕所时，是否注意过马桶里的小便漂着一层层泡沫？也许你曾经不以为意，觉得不过是尿急时冲击水面的结果。然而，小便中的泡泡其实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警讯。许多人不知道，小便长时间泡沫很多，久久不散，往往意味着肾脏功能出了问题，甚至代表体内堆积了肾脏毒素。换句话说，尿液里的泡泡可能正是肾脏在向你哭诉求救。当然，并非所有泡泡尿都是病态，偶尔一次的泡沫较多，可能只是因为排尿速度过快，尿液从高处猛烈冲击马桶水面所致，或者饮水太少导致尿液浓缩，泡沫相对明显。此外，男性在性生活后，如果有少量精液残留在尿道中，也可能出现泡泡。但关键判断在于，如果每次小便都有大量泡沫，并且长时间不消失，无论你喝了很多水还是排尿放慢速度，泡沫依然持续存在，那就不能轻忽了。这极可能是肾脏发出的求救讯号。我们的肾脏就像人体的过滤器，当过滤功能受损时，原本应该留在体内的蛋白质会漏出到尿液中，形成所谓的蛋白尿。蛋白质一进入尿液，就会降低尿液的表面张力，因此尿液被摇晃时就更容易产生持久的泡沫。长时间不消的泡沫尿很大概率就是蛋白尿的表现。那么蛋白尿又意味着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健康的肾脏像筛网，只让废物通过，不让有用的蛋白质漏出。当肾脏这张滤网破了洞，蛋白质流失到尿里，代表肾脏的过滤功能受损。这不仅是肾脏本身的损伤，更可能是全身性疾病的信号，例如高血压、糖尿病引起的肾脏病变，或是肾脏的慢性发炎、肾小球肾炎等。换言之，尿液里的泡沫就像警报器一样提醒我们，肾脏正在积累毒素，功能正在变差，再不注意可能会酿成大祸。肾脏每天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和毒素。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城市，肾脏就是污水处理厂，将血液中的废物、尿素氮、肌酸酐、尿酸等过滤排出体外，维持体内环境的洁净与平衡。同时，肾脏还会回收有用的物质，如蛋白质、葡萄糖、水分等，让它们留在血液中循环利用。健康的肾脏运转良好时，我们的尿液应该是清澈透明或淡黄色，泡沫稀少且很快消散的。然而，当肾脏功能开始出现问题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过滤网的网眼变大、变破碎，不该漏出的营养物质漏出来，而该排出的毒素反而可能滞留在体内。这时候，尿液中的成分就会异常，除了蛋白质漏出形成泡沫尿，某些毒素积累也可能让尿液有异常气味或颜色。比如很多慢性肾衰竭、尿毒症患者的尿液会带有类似阿摩尼亚的味道。肾脏的毒素说白了，其实就是那些本应由肾脏排出的废物。当肾脏过滤不力时，这些废物积蓄在体内，引发一连串健康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肾脏功能的减退通常非常隐匿，早期肾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，不痛不痒，唯一的线索可能就是小便的些微变化，例如泡沫变多、尿色改变、尿量增减等等。许多人往往等到出现水肿、疲倦、食欲不振等明显不适时，肾功能已经大幅受损了。更严重的是，一旦发展到尿毒症阶段，肾脏几乎丧失排毒能力，体内毒素累积，就必须透过洗肾或换肾来维持生命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那么根据健保署近期的统计，我国洗肾人口已超过10万人，我们的洗肾率高居世界第一，每8位成人中就有1位罹患某种肾脏病。而导致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，就是很多人忽视了肾病初期的无声信号，让小毛病拖成大问题。因此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小便总是泡泡很多，切莫掉以轻心，这可能是你的肾脏在向你暗示，我的负担太重，毒素快排不出了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难道发现泡泡尿就表示肾脏注定走向衰竭，需要洗肾了吗？别急，坏消息后往往有好消息。幸运的是，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一些法宝，可以帮助肾脏清除毒素，改善泡泡尿。现在，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些秘密武器，看看吃什么能让恼人的泡沫尿立刻消失，
还我们一个健康干净的肾脏。在人类悠久的医药智慧中，有许多食物和草药被认为对肾脏解毒有帮助。中医理论里，肾主水，掌管着全身的水液代谢，而五行对应中，黑色入肾，因此黑色的食物往往被认为有补肾功效，比如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等。在民间也流传着各种洗肾偏方，帮助身体把肾脏中的垃圾清扫干净。我们在这里特别挑出其中一个被称为最强肾脏排毒剂的天然秘方，来为大家详细介绍。许多中老年人服用后反映，排尿的泡沫明显减少，整个人也感觉精神好了。这个秘方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玉米须搭配黄芪煮水。玉米须、黄芪，天然的肾脏洗涤器。玉米须，也就是玉米棒子顶端那一缕缕金黄色的丝状物，看起来不起眼，实则是宝。很多人吃玉米时顺手就把玉米须丢了，但在中医药典里，玉米须名叫玉米须性甘平，入肾、膀胱经，功效是利尿消肿、清热利胆。简单来说，它能促进尿液生成和排出，增加小便量，对消除水肿很有帮助。而黄芪也写作黄芪，则是著名的补气中药，性味甘温，善于补脾肺之气，利水消肿。传统上，黄芪常被用来治疗肾虚水肿、疲倦乏力等症状，也有脱毒排脓的作用，意味着能帮助身体把毒素推出体外。当玉米须遇上黄芪，可说是绝佳搭档，一个主攻增加排尿，把多余水分和毒素带走，一个主攻补气强肾，修复肾脏过滤功能。许多民间经验发现，两者一起煮水喝，对于降低尿液中的蛋白含量，减轻泡沫尿现象很有效果。在一些养生节目和网络分享中，玉米须黄芪茶甚至被称为天然洗肾水，有人戏称喝一杯相当于做一次洗肾。虽然这说法有些夸张，但足以说明它的排毒利尿威力。怎么制作这个玉米须黄芪肾脏排毒茶呢？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准备干燥玉米须约50到60公克，黄芪片20-30公克，约一小把，中药店都买得到。把两者用清水冲洗干净后，一起放入锅中，加水约1500到2000毫升，大约6到8杯水，大火煮滚后转小火继续熬煮，约30分钟，让有效成分充分溶出。煮好后取汁当茶饮用，分几次喝完，建议每日1杯，连续喝上1个月，观察效果。很多人反映，大约持续饮用几周后，尿液的泡沫明显减少，早上起床的第一泡尿颜色变清亮了，脸部和腿部的水肿也有所改善，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。这个偏方不但材料便宜易得，而且制作方便。玉米须带有淡淡的清香，黄芪则略有甘甜味，两者煮出的药茶味道温和，可以当日常保健茶水喝。如果觉得喝起来略有草药味，还可以在茶里加1-2颗红枣或者几颗枸杞调味，同时也增强补肾效果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玉米须黄芪茶虽好，却并非人人适合。如果你已经有比较严重的肾衰竭，例如正在洗肾的病患，或是本身排尿量就很少，那么大量利尿可能会有风险。这类情况下，应咨询医师后再决定是否饮用。另外，怀孕的人也不建议喝太多玉米须茶，以免影响电解质平衡。一般健康的中老年人，或是有早期肾功能不全但未到严重程度的人，都可以适量尝试此茶来保养肾脏。但养生茶只能作为辅助调理，并不能取代正规治疗。如果已经确诊肾脏疾病，一定要在医师指导下治疗。用这类偏方时，也要让医师知道黑豆、红豆、肾脏清道夫。说到肾脏排毒，不得不提到黑豆这位豆中之王。民间有句话，天天吃黑豆胜过补药补。黑豆富含优质蛋白、维生素 E、花青素，含多种矿物质。在中医看来，它入肾经，有补肾强身、利水除湿的作用。黑豆汤或黑豆茶一直被视为养肾佳品。适当食用黑豆，有助于清理体内多余水分，减轻肾脏负担。同时，黑豆中丰富的抗氧化成分也可以减少肾单位的损伤。很多人喜欢将黑豆炒香后泡茶或煮汤，作为日常护肾饮品。但是要注意，黑豆含有较高的钾和磷，肾功能不全严重的人，尤其以需要洗肾者，
不宜过量食用，以免电解质失衡。对于一般人或早期肾病患者，每周吃2-3次黑豆是不错的选择。除了黑豆，红豆也是排毒利尿的明星食材。红豆性平味甘，能入心、小肠经，功效是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。中医常用红豆来治疗水肿、小便不利。本草纲目记载，红豆久服令人瘦，去水肿，意思是长期吃可以消除水肿，利尿又不伤正气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用红豆薏仁汤来消除水肿、去湿气，这对肾脏也是极好的调理方法。薏仁本身也是利尿除湿的一把好手，再加上红豆，两者煮出的汤水清甜好喝，还能当甜品，堪称营养又有效的肾脏清道夫。如果担心肾脏排毒不够，可每周喝2-3次红豆薏仁水，有助于把肾脏积累的多余水分和代谢废物通通带走。需要补充的是，红豆薏仁汤虽好，但身体虚寒，容易手脚冰冷的人，建议加几片生姜同煮中和一下，避免太凉。而如果是孕妇或经期女性，薏仁要适量减少，因为薏仁偏凉会活血。总之，红豆和薏仁组合温和又实惠，是长期调养肾脏、减少尿蛋白排出的一个妙方。除了上述提到的药材与豆类，一些日常水果其实也是肾脏的好帮手哦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。我们平常多吃对肾有益的水果，既美味又能润物细无声的改善体质。以下介绍几种肾脏最喜爱的水果，适合经常食用来达到温和排毒、保护肾脏的效果。苹果被称为日食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它富含果胶和抗氧化物质，能帮助降低血中的坏胆固醇，减轻肾脏的代谢负担。苹果的钾含量相对不高，与香蕉等相比，适量食用对肾脏病友也比较安全。苹果中的抗发炎成分还有助减轻肾脏慢性发炎的风险。每天1颗苹果是保护肾脏的简单秘诀。葡萄，特别是深色的黑葡萄、紫葡萄，就像一颗颗黑色小宝石，蕴含丰富的白藜芦醇和多酚类抗氧化物。白藜芦醇具有抗炎作用，能保护肾脏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。同时，葡萄的含水量高，又有天然果糖，能提供能量，对肾脏虚弱、疲倦乏力的人而言是很好的营养补充。适量吃些葡萄，能促进体内血液循环，帮助肾脏排出代谢废物。西瓜，夏天的西瓜其实是肾脏清洁工。西瓜水分极高，含有丰富的瓜氨酸，这种成分可以帮助扩张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当肾脏的血流量增加时，过滤功能也能更好的发挥，废物能更顺利的排出体外。西瓜本身利尿效果明显，多吃西瓜会频繁跑厕所，这正在帮助肾脏冲刷。不仅果肉，西瓜皮在民间也是利尿偏方。有人把西瓜脆衣，西瓜皮削去外层硬绿皮后的白色脆皮，煮水或晒干泡茶，对消肿利尿很有益处。不过要注意，西瓜性寒凉，一次不要吃过量，脾胃虚寒者要适可而止。蔓越莓，小小的红宝石般的蔓越莓是泌尿系统的守护神。许多人知道蔓越莓可以预防膀胱炎、尿道炎，因为它含有特殊成分前花青素，能阻止细菌附着在泌尿道壁上。其实这间接也保护了肾脏，因为肾脏与膀胱尿道相连，泌尿道感染如果反复发作，细菌上行，甚至可能伤肾。适当喝蔓越莓汁或吃蔓越莓干，有助降低尿液中细菌滋生，预防泌尿道感染，减少肾脏受感染的风险。此外，蔓越莓的抗氧化能力也可减轻肾炎时的氧化压力。只不过市场上蔓越莓汁含糖较高，糖尿病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要选无糖纯汁，或直接吃蔓越莓干来避免摄入过多糖分。以上这些水果堪称肾脏的天然清道夫，将它们融入日常饮食，多喝水，一同摄取足量纤维，能温和地帮助肾脏排毒。在炎热天气来一片西瓜解渴，在饭后吃个苹果清肠，在点心时嚼些蔓越莓干，既享受美味又默默护肾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除了利用食材和草药来帮助肾脏排毒，我们在生活习惯上也有许多地方可以着手，为肾脏减轻负担，预防毒素累积。毕竟预防胜于治疗，
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根本的护肾之道。以下几个护肾要点，大家不妨对照自查，培养起来。充足饮水，别憋尿，水是最天然的溶剂，充足的水分能帮助肾脏稀释并排出毒素。每天保持足够的喝水量，让尿液维持淡黄色或透明，就是在冲洗肾脏。反之，如果长期饮水不足，尿液浓缩，废物浓度高，不仅容易出现泡沫尿，还可能形成肾结石。另一方面，千万不要忍尿，憋尿会让垃圾在膀胱滞留太久，增加泌尿道感染风险，也可能反压肾脏造成伤害。所以想排尿就赶快上厕所，给肾脏一个顺畅的排毒管道。低盐均衡饮食，现代人饮食普遍盐分、油脂过高、过咸的食物会加重肾脏负担，因为钠离子过多，需要肾脏努力排出。长期高盐饮食容易导致高血压和肾损伤，建议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，烹调时少放盐和酱油，也要适当控制蛋白质的摄入总量，尤其是已经有蛋白尿的人，蛋白质吃太多反而会让肾脏过劳，因为代谢蛋白质会产生较多含氮废物。当然，均衡营养也很重要，可以多选择优质蛋白，如鱼肉、豆类代替红肉，减轻代谢负担。同时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补充维生素和钾。肾功能不全者，钾的摄取需遵医嘱，有助于维持体内酸碱平衡，减少毒素累积。控制三高，所谓三高即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这三大慢性病是肾脏的头号杀手。高血压会损伤肾脏的微血管，高血糖会使肾小球过度工作，逐渐硬化，高血脂则容易造成肾脏动脉粥样硬化，供血不足。若能及早管理好血压、血糖和胆固醇，肾脏就能免受长期的伤害。具体来说，定期量血压、筛查糖尿病，遵医嘱按时服药，把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，就是在保护肾脏的未来。不乱吃药，远离肾毒物质。有些人动不动就自行服用成药或补品，这对肾脏非常不利。常见的止痛药 NSAIDs 如果长期大量使用，会损害肾脏血流和组织。某些中草药，比如关木通等含有马兜铃酸，已证实会导致严重的肾损伤。中草药虽好，也要辩证服用，避免使用已知有肾毒性的药材。另外，烟酒也对肾脏有害，吸烟会收缩肾血管，减少肾脏供血。酗酒会使尿酸升高，并伤肝连累肾。保持良好习惯，别让肾脏接触这些毒药，才能让它更长久的健康工作。适度运动，维持健康体重。肥胖和缺乏运动也是肾脏的隐形敌人。肥胖者往往伴随高血压、糖尿病风险升高，这些都会伤肾。而运动不足使得全身循环代谢变差，毒素更容易堆积。相反地，适度的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、骑自行车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肾脏的过滤效率。运动还可以帮助控糖控压，防止肥胖。尽管肾病患者运动需量力而为，但一般人养成每周至少3天，每次30分钟的运动习惯，对肾脏的长期健康极有裨益。透过上述多管齐下的努力，食疗排毒加上生活调养，我们完全有机会扭转泡沫尿、肾功能下滑的危机。很多人亲身经历后发现，原本每天如牛奶般的泡泡尿开始减少，变回清清淡淡，早晨眼皮浮肿、腿脚肿胀的状况也明显改善，人的精神变好了，不再动不动疲倦无力。这些正是肾脏传递出的好消息。想象一下，当你采取行动后的某天清晨，再次观察自己的小便，泡沫变少了，几分钟内泡泡就散去无踪。这时，你的肾脏仿佛在偷偷对你微笑，欣慰地说：谢谢你终于开始照顾我。毕竟，肾脏是我们身体的沉默英雄，日夜为我们滤出毒素，却从不喊累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护肾小事，都是在回报这对肾脏的恩情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泡沫尿情况持续严重，或还伴随其他异常症状，比如腰痛、高血压、贫血等，千万不要仅仅依赖食疗调养，一定要尽快就医做详细检查。专业的治疗和日常的保养并不冲突，医生的诊疗是治病，正确的饮食起居是治胃病，两者结合才能让我们的肾脏长长久久地为健康服务。
总而言之，小便泡沫多虽然可能是肾脏拉响的警报，但我们也不必过度恐慌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泡泡尿背后的科学原理，懂得了如何分辨正常与异常，你也掌握了一套天然又有效的肾脏排毒法宝。从玉米须、黄芪茶、黑豆、红豆汤，到苹果、葡萄、西瓜等水果，再到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只要我们肯付诸行动，肾脏里的毒素就有机会被一点一滴清除出去，泡泡尿自然会渐渐消失无踪。让我们重视身体给的每一个讯号，好好爱护肾脏这个默默工作的伙伴。毕竟，健康的肾脏、清澈的尿液才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从今天开始，跟泡泡尿说再见，让肾脏重展笑颜，清清爽爽的人生在向你招手，还等什么呢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